人死后在棺材里做了13年的噩梦，在梦里总裁老公整日酗酒自甘堕落，最后被对家陷害，抱着他的相框跳楼身亡。大儿子被心爱的女孩亲手算计，被关终生监禁。二儿子无故患上严重精神疾病，被强制送到精神病院，凄惨死去。小女儿成了恋爱脑，不仅被黄毛骗色骗财，还被对方亲手杀死沉尸海底。然而就在宋之夏庆幸还好只是噩梦的时候，却发现自己竟来到了2025年，而那个曾经英挺俊美、爱她如命的亲老公，也变成了胡子拉碴、身形消瘦的邋遢醉汉。阿燕，是你吗？宋之夏鼻子一酸，似乎不敢相信眼睛的一幕。闻言，顾燕州摇晃了一下自己晕乎乎的脑袋，我一定是醉了，而且醉得很离谱，不然怎么会看到已经去世了13年的妻子？夏夏，是你们夏夏？他眼神朦胧，梦游般的朝着他一步步走过去。宋之夏见状，立马朝着自己引以为豪的帅气老公相拥而去。然而还不等他开口说话，却忽然被狠狠推开。他踉跄了好几步，差点摔倒在地。你是谁？竟敢冒充夏夏的样子闯进来？顾燕州刚才抱住他时，清晰地感受到了体温，他立即意识到这不是他的幻觉，顿时让他愤怒不已。宋之夏从来没见过男人这么暴怒狠厉的样子，他不可置信地瞪大眼睛。阿燕，你连我都不认识了？我是宋之夏，你把我当傻子吗？谁不知道我的夏夏已经死了13年了？顾燕州愤怒咆哮。宋之夏怔怔地看着他，一时间不知道该高兴丈夫的事情，还是该委屈男人对自己的凶狠。阿燕，你仔细看看我，我真的是宋之夏。他的语气很肯定。顾燕州用力闭了闭眼，重新看向眼前的女人。这张脸虽然跟记忆中的夏夏一模一样，但是年龄却对不上。没想到现在的医美已经这么发达了。还有，他凭什么这样叫她阿燕？那是夏夏的专属。思及此，顾燕州杀了他的心都有了，拳头捏得咯咯作响，不想死就马上滚。宋之夏被他吼得心里发怵，但他也知道现在应该先证明自己，毕竟重生这种事太过荒诞。阿燕，你还记得我们是怎么在一起的吗？是我追的你，而且表白完后还强吻了你。宋之夏一股脑地说着，声音带了点哭腔。我们是大学毕业结的婚，领证那天是我的生日，走出民政局的时候，你还抱着我转了几个圈，说这是你最高兴、最幸福的一天。顾燕州瞳孔紧缩，厉声质问：你从哪里知道这些事的？你调查过我？这是我的亲身经历，用得着调查吗？见他不信，宋之夏继续开口证明：你左边屁股上有个红色的胎记，这么私密的事情，总不能是我调查到的吧？话落，顾燕州身体开始止不住的颤抖，不过片刻后他又冷静了下来。这些年，老爷子老太太为了让他忘掉宋之夏，重新开始生活，可谓是费尽心思。这女人估计也是他们安排过来的，这一次竟然特意整成宋之夏的模样，真是不可理喻。想通后，顾燕州恼怒道：我不管你是谁，现在就给我滚！还有，把你这张脸换回去，夏夏的脸你还不配有。宋之夏着急了起来，到底要怎么样你才会相信？顾燕州此时已经忍无可忍，立马让中管家叫人把宋之夏轰了出去。放开我！宋之夏被保安架着，气愤地冲楼上喊：顾燕州，如果你不信，就去验 DNA。5分钟后，保安把宋之夏轰出了大门。你这种女人我们见得多了，识相的最好别再来招惹顾先生。随后砰的一声，漏花大铁门在他面前关上。宋之夏气愤又委屈，本来重活一次，他本来很开心能再次见到顾燕州，可没想到他压根不认他。那他的3个孩子呢？他死的那年，大儿子5岁不到，二儿子和女儿是双胞胎，当时也才2岁，大概连他什么样子都不记得了，估计更不会认他了吧。而且自己眼下还是个黑户，更别说阻止那个噩梦成为现实。翌日早上，顾燕州房门被敲响，钟叔的声音从外面传来：先生，那个女人还没走，在大门外面过了一夜，一直说要见您。顾燕州不耐烦道：那就报警，这种事还要我教你？大门外，宋之夏还在跟保安交涉，没想到警察居然来了，以擅闯民宅为由把他带走。警官睨他一眼：身份证呢？拿出来看看。宋之夏的身份证早就在他死后销户了，现在没有任何可以证明身份的东西。最终他只能无奈道：好吧，我承认我对顾先生有不好的心思，我知道错了，可以帮我联系他吗？我想向他道歉。他没有手机，只能通过这种方法联系顾燕州了。与此同时，顾燕州正在跟顾家老太太通电话。阿燕，昨晚见到那个女孩了吗？感觉怎么样？有没有觉得她长得跟宋之夏有点像？顾燕州脸色一沉，不要再白费力气了，我不会去的。见他不听，老太太也强硬递下了通牒：那是你爸老朋友的孙女，你这种态度，让你爸怎么跟人家交代？我不管，今晚7点，市中心的法国餐厅，你必须去。说完便挂了电话。顾燕州默默放下手机，可下一秒，手机忽然又响了起来，屏幕上显示的是警局的号码。顾燕州拧了拧眉，摁下接听键：顾先生你好，那位骚扰你的小姐说想跟你私下调解，请问你愿意吗？顾燕州没有任何迟疑：我拒绝，希望你们依法处理，我不希望再在我家里看见他。顾燕州说完就要挂电话，那头突然传来了宋之夏的声音：顾燕州，我真是宋之夏，你还记得你说过等孩子们长大一些，就带我去环游世界。第一站先去普罗旺斯看薰衣草，第2站去瑞士看阿尔卑斯山。顾燕州一愣，这是他和宋之夏私底下的约定，他又是从哪里听说的？这个女人到底是什么来路？调查了他和夏夏多少？他突然想要再会这个女人，揭穿她的真面目，彻底断了他想上位的念头。他不允许任何人取代夏夏的位置。思及此，顾燕州冷笑了声：行，也许老太太已经联系过你了。晚上7点，市中心那家法式餐厅，我倒是想听听你还能说些什么。宋之夏有些疑惑，但还是如约来到餐厅。他找了个隐蔽的角落坐下。又过了半个多小时，顾燕州才姗姗来迟。他仍旧是那副头发凌乱、胡子拉碴的模样。顾燕州进来后，第一眼看到的是一个坐在窗边的女人，走近了才发现不是宋之夏。正要离开，那女人却站了起来，不太确定地问：你好，请问你是顾先生吗？顾燕州一怔，转头看向他：你是？他真是顾燕州，怎么本人照片相比，
差别这么大。不过看他的五官底子还是相当好，稍加打理绝对是可以上杂志封面的魅力熟男。女人有些心动，微笑道：“我叫苏雅，你家老太太应该跟你提起过我，很高兴见到你。”顾彦周的目光在他的脸上停留了几秒，老太太说的没错，这女人还真跟宋之夏有那么一点神似，但也只是一点而已。等等，顾彦周突然反应过来，如果这个叫苏雅的女人才是老太太给他安排的，那昨晚的女人是谁？不过眼下他得把苏雅先打发了。角落里，宋之夏眼睁睁地看着顾彦周在那女人对面坐下，心里一时五味杂陈。顾彦周斜睨着苏雅，毫不客气地翘起腿，既然是相亲，那就直接些吧。我妈有没有告诉你，我有3个孩子，你愿意当后妈？她有些不悦，但又不好直接发作，只是窘迫一笑。然而从宋之夏的角度看去，就是顾彦周跟那个女人有说有笑，相谈甚欢。他心口有些酸涩，自己的男人不但不认他，还当着他的面跟别的女人约会。宋之夏果断走到顾彦周身边，不好意思，这男人是我的。苏雅有些惊愕地质问：“顾先生，这怎么回事？”没等顾彦周回答，宋之夏的手先抚上自己平坦的小腹。我刚查出怀孕了，来找阿燕就是想告诉她这个好消息。苏雅见顾彦周没有反对，立马生气道：“顾彦周，你太过分了！明明有女人还来相亲，浪费我时间。”他瞪了顾彦周一眼，起身气冲冲地离开。顾彦周并不在意他，反而阴恻恻地看着胡言乱语的女人。你到底是谁？宋之夏回答的斩钉截铁，还在装。顾彦周瞬间被激怒，眼神变得阴鸷可怕。我再问一遍，你到底是谁？换做其他人对上这样的眼神，已经冷汗直冒了。宋之夏却是不卑不亢地凝视着他，就算你再问100遍，我也还是宋之夏。突然砰的一声，桌上的花瓶被顾彦周狠狠打翻在地。你入戏还挺深。顾彦周已然没了耐心，只想立即把他甩掉。既然怎么也不肯说你的真实身份，那就说说你的条件。宋之夏的火气也上来了，你为什么就不肯相信我？如果之前你觉得全都是我调查过你才知道的，那不如我说说我跟你的第一次，这是只有我们2个人才知道的秘密了吧？顾彦周眸光一闪，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宋之夏深吸口气，一字一句道：“那是你20岁生日那天，还是我主动的？那天我为了壮胆，又喝了不少酒，然后你半推半就的从了我，没想到中途小雨伞破了，我就这样怀孕了。”顾彦周瞳孔紧缩，不可能，他明明已经去世了13年。顾彦周今天没喝酒，他确定自己现在是清醒的，但是怎么可能会有这么荒谬的事？够了！顾彦周怒极，不要以为这样我就会相信你，我最后一次警告你，骚扰罪可以判5年以下有期徒刑，你好自为之。扔下这句话，他转身就要走，却听到宋之夏在身后喊道：“顾彦周，你站住！”宋之夏冲上去拦住了他，当着他的面拔下自己的一根头发，强行的塞进他手里。你可以自己拿着我的头发去验 DNA， 随机选一个机构，再全程盯着，这样你就不用担心作假了。顾彦周冷笑：“可我怎么确定你不会从中搞鬼？”宋之夏的心一点点地沉下去，突然有种百口莫辩的无力感。他嘲弄道：“好啊，既然你不信又不想我缠着你，你刚才不是问我什么条件吗？如果我说我现在需要钱呢？这就暴露真实目的了。”顾彦周满脸讥讽：“你打算要多少？10万。”宋之夏现在没有身份证，要是没钱，基本的生活都维持不了。顾彦周有些出乎意料，还以为他会狮子大开口：“我给你100万，拿了钱就把你这张脸换回去。还有，永远别让我再看见你。”这些难听的话扎得宋之夏心里一阵阵生疼，但他勾起嘴角笑着说道：“顾彦周，话别说得太满，说不定你以后会求着要见我。”果然是个疯子。顾彦周将一张银行卡扔到桌上，这张卡里正好有100万，把你的脸换了，顺便再治治妄想症。说完便转身就走。宋之夏怔怔地站在原地，唇角的笑容一点点地消失。这时，男服务生走了过来，看见满地碎片，惊愕地问：“小姐，你还好吧？”宋之夏失笑着摇了摇头：“我没事。”服务生面带纠结，但看到宋之夏那惊艳的形象，还是忍不住说：“小姐，我得提醒你一句，他不是什么好人，你别被他骗了。”为什么这么说？这个答案是宋之夏没想到的。顾彦周的人品是圈子里公认的好，甚至被叫做国民老公。他火的时候，你年纪应该还小，不知道也正常。不过他的黑料还是能搜到的，你上网搜一搜就知道了。宋之夏下意识的反驳：“怎么可能？他不是那种人，你别这样说他。”但随后又想到服务生也是好心，他点了点头：“好，我知道了。”服务生怕他不信，又在手机浏览器里输入顾彦周几个字，然后递给他：“你自己看。”宋之夏接过手机，就看到一个黑色放大的标题：顾彦周片场狂怒打人，致人受伤住院。顾彦周疑似遭遇重大打击，日夜买醉，自甘堕落。昔日当红小生已不在，沦为邋遢大叔无人识。这里说的顾彦周，跟他认识的顾彦周是同一个人吗？宋之夏继续往下翻，顾彦周不顾形象，街头与儿子反目成仇。照片上是2个同样挺拔的身影，其中一个可以看出是顾彦周，另一个是个穿着校服的少年。看样子2人似乎正在争执。那个少年是他的儿子吗？是小李还是小新？好想见他们，好想。宋之夏鼻子越来越酸，眼泪终究是憋不住了。他把手机还给服务生，匆匆忙忙地离开餐厅。夜晚的风凉，他抱住自己的胳膊，就这么漫无目的地往前走着。宋之夏没有身份证，没法随意住酒店，只能来到顾氏旗下的一家5星级酒店。这里最好的那一间总统套房是专门为他和顾彦周留着的，随时都可以入住。但是现在宋之夏心里没底，他向前台小姐报了房号，还有他的名字和曾经的身份证号。前台小姐在电脑上查询着，还真查到了属于他的身份信息。看着那张旧照片，他惊讶道：“您是顾太太？”宋之夏微笑：“是我可以入住吗？”前台小姐不敢相信，眼前的顾太太保养的也太好了。顾太太，虽然顾先生平时很少来，但我们每天都会认真打扫的，请您放心入住。宋之夏点头，亲手关上
房门，洗了个热水澡。宋之夏心情复杂地躺在熟悉的被窝里。次日，他浑浑噩噩地醒来的时候，服务生正好送来丰盛的早餐。在他要离开的时候，宋之夏连忙叫住他，让他帮自己买部手机，再代办一张电话卡。不多时，看着服务生递来的智能手机，他又犯了难。无奈，宋之夏只能虚心求教。在服务生的指导下，他很快就学会了基本操作。而宋之夏刷卡付报酬的时候，顾燕洲的手机上收到了消费信息，他这才想起昨天他给了那女人银行卡，没告诉她密码，而知道他所有密码的人只有宋之夏一个。难道顾燕洲心脏狠狠地震了震，突然想到昨天宋之夏给了他一根头发，他记得他好像把那根头发随手放进裤兜了。思及此，顾燕洲立马找到家里的佣人，佣人一头雾水：“先生，衣服已经洗了。”顾燕洲心一沉，难道他这么快就得打脸，要主动再去见一次那个女人？而宋之夏一整天都在搜索关于顾燕洲的消息，没想到全是负面新闻。他重生当天的噩梦里，顾燕洲就是因为黑料缠身，被对家陷害破产，最后跳楼身亡的。想到这些，宋之夏手脚冰冷，那些梦会不会真的是某种预示？这时，隔壁似乎隐约传来吵架声，女孩的声音带着恐惧：“你想干什么？你别过来！”宋之夏顿觉不妙，那少年不会要对女孩用强之类的吧？他果断起身走出房间，伸手摁响隔壁套房的门铃。很快的，房门打开了，开门的是个少年，两人猝不及防地打了个照面。少年陡然愣住，顾之礼不可置信地揉了下自己的眼睛，一张跟他妈妈一模一样的脸。他内心惊骇，这女人整容了，还是以他妈妈为模板。顾之礼突然就产生了一种妈妈被侮辱冒犯的感觉，他用力攥紧了手指。宋之夏敏锐地从他身上感觉到了一丝压迫感，几乎是立即就联想到了顾燕洲，劝你不要再伤害那女孩，不然我会报警。撂下这句话，宋之夏转身就要回房，刚要关门，门被一只手拦住了。顾之礼漆黑幽深的眸子里透着阴狠，直勾勾地盯着他：“你是谁？这个房间你是怎么住进来的？”宋之夏莫名其妙道：“你这小屁孩挺好笑的，我的房间我怎么不能住了？”顾之礼突然想到一个可能，难道说这女人是他爸弄来的新欢，要玩替身文学？宋之夏见他紧盯着自己不放，拧眉道：“还有事？”顾之礼抿紧唇，下一秒朝着他伸出手，毫不客气地捏住他的下巴，左右看了看，眼神越来越冷。绝了，这女人是在哪里整的容？不但整得跟他妈妈的脸一样，而且找不到痕迹。宋之夏恼怒地甩开他的手：“你这样的行为，我完全可以报警。”顾之礼又是嗤笑了声，压根没把他放在眼里。“那你报，不让你报吗？”宋之夏见他身上穿的是市一中的校服，眉头拧得更紧。“我说你上全市最好的高中，怎么不学好呢？”顾之礼不以为意：“你管我？”宋之夏被气到了，把你父母叫来，怎么教孩子的？他们知道你在外边胡作非为吗？也不好好管管。提到父母，顾之礼嗤笑了声：“我孤儿，你想找我父母，等你死了，也许有机会见见。”宋之夏懒得跟他废话，直接拨打了报警电话。另一边，顾燕洲坐在办公桌旁，怔怔地看着桌上他和宋之夏的结婚照。照片里，宋之夏穿着白色蕾丝婚纱，像树袋熊一样挂在他背上，冲镜头笑得甜美又开心。咚咚，钟管家敲开房门：“先生，小李现在还没回来，该不会有什么事吧？”顾燕洲冷冷道：“不用管他，快18岁了，已经不是小孩子，有什么事就让他自己处理。”可是钟管家欲言又止，默默地退了出去。这时，顾燕洲的手机响了起来，屏幕上显示的竟然是顾之礼的号码，他都记不清这个儿子多久没跟他打过电话。顾燕洲下意识就觉得不会是什么好事，接起电话，冷声道：“有事。老登，我不管你要谈恋爱还是要再娶别的女人，但你凭什么找一个跟我妈长得那么像的女人？你恶不恶心？而且你竟然还让她住进妈妈的套房，你是不是真的疯了？限你半小时内过来让她滚蛋，否则我就用我自己的方式让她滚。”顾燕洲怔愣片刻后，意思是那女人正在那间总统套房，她是怎么进去的？不管怎么样，他正好把他那根头发给弄丢了，索性就再见他一次，趁这个机会验证他的身份。另一个套房里，顾之礼想起那张跟妈妈一模一样的脸，他的心底涌动出强烈的怒意，瞥见桌上果盘里的水果刀，他蓦地起身，再次走了出去。很快的，警局来人了，顾燕洲也紧随其后抵达了这边。所有人一眼就看到顾之礼站在套间门口，轻佻地冲着宋之夏说：“喂，你这脸挺漂亮，在哪儿整的？”宋之夏疑惑他为什么会再次找上门，又没头没脑的来这么一句：“我这是妈生脸，怎么就是整的了？你在逗我？实话告诉你，你这张脸我见过一模一样的。”顾之礼说着，一把锋利的小刀就这样抵在了他的下巴上，语气阴恻恻的，真让人想毁了他。警官惊愕地冲了过来：“这位同学，你在干什么？请你放下手里的刀！”顾燕洲怒不可遏：“臭小子又惹是生非，在警察面前都敢动刀子！”他铁青着脸大步上前，扬手就是打了顾之礼一个巴掌。从哪儿学会做这种事的？简直无法无天！那一巴掌力道很重，顾之礼的脸被打得偏过去，微微红肿了起来。宋之夏愣了愣，此时的他还不知道两人是父子关系。一旁的警官反应过来后，赶紧上前拦住顾燕洲。顾之礼用手背擦去嘴角的血渍，缓缓回过头，冲顾燕洲笑得讥讽又欠揍：“啧，我们这种问题学生是这样的，有种让警察抓我！”顾燕洲还想揍他，警官立即拉住他：“这位先生，你冷静，你这样动手也是不对的。”顾之礼勾起嘴角，理直气壮道：“就是，竟然企图伤害未成年人！警察叔叔，你们要替我做主！”这话又把顾燕洲气得不轻，他这些年确实对这个大儿子疏于管教，以至于让他变成了这种一无是处的不良少年。顾之礼看看他，又看一眼宋之夏，忽略此时剑拔弩张的气氛，这样的场景倒是很像他幻想过无数次的一家人。顾之礼有点恍惚，不过很快回过神，继续火上浇油道：“喂，你挺会玩啊！
她的脸全是科技和狠活，你也不觉得膈应？如果他爸敢让这个女人取代妈妈的位置，他会让他们两个都不好过。宋之夏气急反笑，故意说：哈，你说对了，那又怎样？爱你是了，以至于你要毁我的脸。说完，他又对警察说：警官，这位同学说他是孤儿，也许从小缺乏管教，所以做出这种危害他人的行为，请你们把他带回警局好好教育。孤儿？顾燕周脸更黑了，看来他眼里已经彻底没自己这个爸了。还有，这女人刚才承认她是整容了，他就知道根本没有什么死而复生的灵异现象，可笑他还在做不切实际的幻想。顾之礼刚才确实有危险行为，警察决定将他带回警局教育一番。在被带走前，顾之礼忽然回过头来，眼底满是挑衅，让警察教育算什么？以为我会听？天底下只有我妈可以教训我。顾之礼被警察带走后，空旷的走廊里只剩下顾燕周跟宋之夏两人。面对这个死活不承认自己身份，甚至还对他出言不逊的丈夫，宋之夏已经没了刚重生时的激动高兴，甚至现在有点恼他。你怎么会来？顾燕周觉得可笑，你以为我想来？他垂着眉眼看他，无形中施加压迫感。我已经给了你100万，你到底什么时候去把你这张整容脸换回来？我的耐心有限。宋之夏本来就被气到了，这会儿又被他气，逆反心理直接上来了。我就喜欢这张脸，凭什么要换？凭什么？你怎么好意思问？顾燕周忍无可忍地上前2步，将他逼到墙边，伸手掐住他的脸。我不信你不知道，这是我过世妻子的脸。宋之夏的脸颊被他掐得一阵疼痛，犟着脖子说：顾燕周，但凡你去验我的 DNA， 你绝对说不出这样的话。看在他这么多年还惦记着自己的份上，宋之夏虽然生气委屈，但也决定再给他一次机会。所以之前给你的头发，你一定扔了吧？你可以再拿1根去。顾燕周眼神闪烁，犹豫不定。这女人刚才还承认她整容了，这会儿又信誓旦旦让她去验 DNA， 到底哪句是真的？察觉到他的迟疑，宋之夏那个气啊，在他没有任何防备的时候，忽然伸手勾住他的脖子，然后狠狠吻上了他的唇。顾燕周震怒，猛地推开他：你干什么？这一刻，顾燕周是真的想掐死眼前的女人，她不干净了，她对不起夏夏。顾燕周无法接受，此刻恼怒到极点。行，你不是坚持要去验 DNA 吗？现在就去鉴定机构，如果证实你自始至终都在撒谎，我直接送你上整容医院的手术台。宋之夏奋力挣扎，顾燕周，你放开我，你弄疼我了。顾燕周恍若未闻，不但没放，反而加大了力道，就这样拽着把他强行塞进车里。宋之夏坐在后座，揉了揉自己被攥得通红的手腕，气不打一处来。等检验报告出来了，看他会是什么表情。顾燕周则是沉着脸给钟管家打了个电话，让他去顾之礼房间找1根头发过来。然而就在钟管家找头发的时候，顾之礼突然回来了，对上他质疑犀利的目光，钟管家佯装镇定地笑了笑：小李回来了，厨房里做了宵夜，我让人端上来给你。顾之礼今晚挨了1巴掌，还被警察教育了一通，这会儿正一肚子火无处发泄，没好气地开口：钟叔，你在我房间鬼鬼祟祟的干什么？钟管家窘迫起来，怎么说这也是顾家的小主人，他也不好隐瞒。顾先生让我进来找你1根头发。顾之礼一听就觉得不对劲，为什么？不清楚，我只知道顾先生打电话回来的时候很生气。顾之礼眉头拧得更紧，他忽然就想到一个可能，该不会老登被他气得怒极攻心，以至于怀疑他是不是亲生的了吧？想做亲子鉴定是吧？那就给他一个天大的惊喜。顾之礼眼闪过一丝恶趣味，却冲钟管家笑得单纯无害，不就是想要头发吗？跟我说就行了。半个多小时后，钟管家带着顾之礼给他的头发赶到鉴定机构。顾先生，您要的头发我给您带来了。见此，宋之夏疑惑开口：这是小李的头发。顾燕周觉得可笑，小李也是你叫的，喊得这么亲切，真以为自己能进驻顾家了。然而宋之夏却一把抓住他，急切地问：他现在还好吗？长什么样？有没有照片可以让我看看？顾燕周挣开他的手，嘲讽道：打我主意不够，还打孩子的，你对自己几斤几两还真是没点数。等鉴定报告出来，我看你还有什么话说。宋之夏被他气笑了：好啊，我倒要看看，没话说的是你还是我？顾燕周冷哼了声，没有说话。很快就有工作人员取走2人的头发。为了防止宋之夏耍手段造假，顾燕周哪儿也不许他去，2个人就在这儿等结果。钟管家则是回到顾家，一进门就听到了顾之礼的声音：钟叔，怎么样？头发送到那老登手里了。钟管家抬头看去，挺拔的少年穿着深灰色睡衣，随意的倚靠在楼上栏杆旁，整个人都吊儿郎当的。他叹口气，点点头说：送到了。小李，他怎么说也是你爸，还是要尊重一些的。顾之礼很是不屑：呵，他哪里有当爸的样子？我凭什么尊重他？钟管家哑口无言。这些年来，顾燕周确实没尽到做一个父亲的责任，尤其是5年前的那件事，使得他和顾之礼的关系彻底崩坏。钟管家有些痛心地说：好了，不说这个了。小李，明天还要上学呢，早点休息吧。顾之礼翻了个白眼，回到房间，他长舒了口气，垂眸看向面前书桌上的复古怀表，里面是一张他和妈妈的合照，照片很小，却是他藏了很久的。当时的他只有3、4岁，到现在已经不记得照片是在哪里拍的，但他真的很想再体会一次被妈妈抱着的感觉。妈妈，即使你已经离开13年，我还是很想你。顾之礼合上怀表，沉重地闭了闭眼，在睁开的时候，他的眼底浮现出一抹决绝。那个老男人要是真想玩替身文学，那个女人要是真想进驻这个家，那他就陪他们玩玩，哪怕要把这个家搅得天翻地覆。这边，宋之夏看了一眼身旁的男人，他的表情严肃又冰冷，浑身都是低气压，好像在盘算着等结果出来后要怎么收拾他。宋之夏挑了挑眉，好奇地问顾燕周：如果检验结果显示我就是宋之夏，你会怎么样？顾燕周一下被他问住了，怔怔地看着他。不得不承认，眼前这张脸，每次看到都会给他带来很大的冲击，但这不可能，所以每见这个女人一次，就要被折磨一次。
今晚就跟他彻底做个了断。顾燕州嘲讽道：“相信一个人会死而复生，还不如相信我是秦始皇，那就等着瞧吧。”宋之夏收回目光，不再说话。顾燕州也只当他是死鸭子嘴硬。时间1分1秒的过去，宋之夏越来越困，头一点一点的。顾燕州也强忍着睡意，但他不能有半点松懈，不然这女人就有机会造假。忽然的，肩膀一重，宋之夏把头靠在了他的肩上，闭着眼好像睡着了。顾燕州第一反应就是推开他，但是看着那张脸，他又恍神了。他喉头滚动了下，最终还是没把人推开。不知道过了多久，宋之夏迷迷糊糊地睁开眼，发现自己正靠在顾燕州的肩上。就在这时，检验结果总算是出来了。顾燕州立即接过鉴定报告，直接翻到最后一页。可在看到鉴定结果后，他的眼神一点点地暗下去，嘴角也勾起讥讽冰冷的弧度。果然，他不该有期待的。顾燕州将鉴定报告摔到了长椅上。现在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宋之夏自然察觉到了不对劲，他连忙拿起鉴定报告，也是翻到最后一页，目光定格在结论上：亲子关系概率低于0.01%，即排除被检测人是孩子的生物学母亲。什么？宋之夏震惊的说不出话来，重新看了一遍，结果还是一样，明明都是他认识的字，可组合在一起，好像怎么都看不懂。宋之夏脑子空白，感觉这世界乱套了，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他抬头看向顾燕州，确定拿的是小李的头发吗？会不会是弄错了？还在垂死挣扎。顾燕州冷笑：钟管家做事，我信得过，我真是脑子抽了才会做这个可笑的亲子鉴定。宋之夏无法接受这样的结果，他不相信，他必须要见到小李，再做一次鉴定。这结果有问题，你带我去见小李。我为什么要带你这个冒牌货去见他？我不追究你骚扰我、骗我的责任，你就该知足了。顾燕州说完，反手扣住他的手腕，强行把他往外带去。宋之夏被迫跟在男人身后，他顿时有种不好的预感。你要带我去哪儿？顾燕州蓦地转过头来，眼神无比阴鸷。我说过，如果你不是夏夏，我就送你去整形医院，把这张脸换回去。闻言，宋之夏奋力挣扎，放开我！顾燕州，这个结果绝对有问题，还想狡辩？从始至终有问题的都是你。宋之夏沉默2秒，忽然笑了。你爱宋之夏吗？当然。顾燕州毫不犹豫地回答，那是他这辈子最爱的人。宋之夏努力让自己冷静，放缓了语气。既然爱他，那为什么不尝试着再给彼此一个机会，让他证明他真的回来了？难道你不想吗？他死了！顾燕州怒吼着打断了他。宋之夏蓦地僵住，死了13年了。顾燕州眼眶猩红，他刚去世那会儿，我怎么都不相信他死了，不相信他会丢下我和孩子们。我幻想的总有一天会回来的，可是他再也没有回来。我用了5年时间，才彻底接受他已经永远离开我的事实。可现在有一个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女人，告诉我她就是夏夏，她回来了。你让我怎么相信？你就是一次次把我当傻子耍，我偏偏犯病，差点信了你的鬼话。顾燕州的嘶吼声响彻整个走廊，眼眶越来越红，眼底的悲痛多得快要溢出来了。宋之夏完全愣住了，他清晰地感受到顾燕州的痛苦和愤怒，忍不住上前伸手抱住她。顾燕州，我真的没有骗你，再给我3天时间，让我……够了，真的够了！顾燕州猛地推开他，剧烈的情绪波动让他头痛欲裂，脸色煞白。我不会再陪你玩这种荒谬把戏了。顾燕州，宋之夏还想说什么，却见男人他已经转过身，快速离开了走廊。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视线里，宋之夏心口像是压了块大石。他很清楚，不可能会是这样的结果，一定是某个环节出了问题。只要见到小李，再做一次亲子鉴定，就会有转机。可是他该去哪里找他？顾燕州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是第2天早上了。他不知道自己怎么回来的，整个人失魂落魄。钟管家见他状态不对，赶紧走过去：“先生，你这是怎么了？把我的药拿来，快点！”顾燕州猩红着眼睛开口。钟管家连忙把医院精神科开的药拿了过来。顾燕州一股脑的倒出来好几颗，全塞进了嘴里，使劲的咽下去，然后丢开药瓶，像是虚脱般的瘫倒在沙发里。这时，顾之礼从楼上下来，看到客厅的这一幕，眼神立马变得挑衅：“喂，鉴定结果怎么样？还满意吗？”顾燕州头疼的像针扎，压根不想理他。顾之礼却不依不饶：“喂，说话，我是不是你亲生的？”他那副样子欠揍的很。顾燕州猛地从沙发上站了起来：“你是我从垃圾桶捡的，满意了。你要不想待在这个家，就滚出去。”被他吼了，顾之礼反倒是更愉悦了：“我偏要赖在这儿，你能把我怎样？”钟管家赶紧劝：“小李，少说几句，你想气死你爸？”顾之礼恶劣的笑了起来，还好意思验 DNA， 怀疑他不是亲生的。总之他不会告诉他，昨晚的那根头发是钟管家的。这件事足够膈应顾燕州好几天了。另一边，宋之夏连续在顾家别墅外蹲了2天，别说顾之礼了，连顾燕州也没见着。不知不觉又到了傍晚，宋之夏漫无目的的在街上走着，看着那些来来往往的高中生，不知道其中有没有他的小李。示意中，顾之礼被几个跟班簇拥着走了出来，一个跟班八卦的问：“老大，你爸真要给你找后妈了？”顾之礼正要说什么，看到不远处那个眼熟的身影，脚步蓦地一顿，他努了努下巴，示意他们看前面，看到那个女人了吗？就是她想当我后妈。顾之礼大步上前质问开口：“又是你在这儿干什么？”宋之夏斜睨他一眼：“跟你有关系。如果上次警察叔叔的教育不管用，我不介意再送你接受一次教育。”顾之礼紧盯着他，咬牙切齿：“我讨厌你这张脸。”宋之夏不能理解：“哦，美到你了。”顾之礼噎住，确实很美，但是这不属于他。宋之夏没耐心跟他在这儿掰扯，好狗不挡道：“让开！”顾之礼没动，想起他跟顾燕州有一腿，就不爽到极点。那老男人有什么好的？你难道不知道他克妻？克妻，这倒是个新奇的说法，宋之夏第一次听说。顾之礼又说：“而且他还有3个孩子。”
子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特别是他那个大儿子，惹急了什么都做得出来。宋之夏看他的眼神变得诧异起来，你小子对人家家里情况这么清楚，你跟他们是什么关系？实话告诉你吧，我跟顾之礼关系很好，他愿意我当他后妈，气不气？宋之夏挑衅的笑了起来。可一个跟班被呛到，捂住嘴不敢说话，其余几个跟班看看宋之夏又看看顾之礼，表情也都很微妙。顾之礼差点被气笑了，顾之礼是什么人，全校都知道，而且我跟他很熟，他会让你当他后妈？捕捉到关键信息，宋之夏瞪大眼，眼前这小子跟他的小李很熟，你能不能告诉我顾之礼是哪个班的？顾之礼一惊，条件反射的甩开他的手，有些恼羞成怒，我为什么要告诉你？这对我很重要。宋之夏眼神中带着急切，那跟我有什么关系？顾之礼说着，忽然又来了兴致，除非你告诉我，你找他有什么事，这涉及到我跟他之间的隐私，不方便说。闻言，顾之礼像是想到了什么坏主意，恶劣的勾起嘴角，那你答应我一个条件，我就让你见到他。宋之夏可没忘记他上次是怎么用刀子抵着他的脸，他就是个危险人物，八成是想耍他玩。思及此，他猛地伸手揪住顾之礼的耳朵，臭小子，真就没人教过你要遵纪守法讲礼貌是吧？顾之礼差点没跳起来，他耳朵都被揪变形了，痛痛痛，你给老子放开！跟班们目瞪口呆，像是看到了某种世界奇观，他们可以一个打10个的老大，竟然被这个看着瘦瘦弱弱的女人给拿捏住了。宋之夏拧着他的耳朵不放，冷笑道，说啊，什么条件？其实顾之礼想要挣开是轻而易举的事，可这一幕让他忽然想起了上小学的时候，班上有个经常闯祸的男同学，就是这样被揪着耳朵，被凶巴巴的教训。那时别的同学都在嘲笑他，可唯独他顾之礼满心羡慕，他多想自己的妈妈也能这样教训他，耳朵被拧得多疼都没关系。此时顾之礼任由宋之夏揪着耳朵，怔怔地看着他的脸，有那么一瞬间，他的愿望好像实现了。见他不说话也不反抗了，只是出神地看着他，宋之夏眉头拧得更紧，快说你的条件，我没那么多时间陪你玩。他说着就松开手，顾之礼摸了摸自己被揪得通红的耳朵，有些怅然若失。你敢不敢跟我去一个地方？他敢保证，这女人一定会吓得魂飞魄散。见他满脸挑衅，尾巴像是要翘到天上去了。宋之夏同样报以一个挑衅的眼神，有什么不敢的？顾之礼没想到他居然这么爽快，只以为是逞强而已。他已经有点迫不及待，想要看他被吓得哭出来的样子了。夜幕低垂，一辆辆改装过的跑车在山脚停下，领头那辆拉风的红色跑车里，宋之夏有些生气地瞪着主驾驶座上的少年，我说你才几岁就学人家开跑车，多危险啊！家里人不管。顾之礼停了车，手指漫不经心地敲了敲方向盘，我不是说了吗？我是孤儿，没爸没妈。宋之夏狐疑道，你一个孤儿哪来的钱玩跑车？你管呢？啰嗦！顾之礼有些不耐烦。宋之夏无语，如果这个不良少年是他儿子的话，他早就给他一个爱的巴掌了。顾之礼从车上下来，冲着前方扬起下巴，今天想怎么比？宋之夏解开安全带，跟着下车，这才注意到前方也停了3辆跑车，为首是一台保时蓝的超跑，一个约莫20多岁，长相平平染着黄毛的年轻男人坐在车头，还搂着个化着大浓妆，看起来不太正经的美女。在看见宋之夏的时候，黄毛的眼睛顿时亮了亮，玩味道，哟，你小子今天居然还带了个女人过来。女人的小脸漂亮又明艳，像是一朵出水芙蓉，纯净的美，让他感觉自己身边这个美女瞬间沦为了庸脂俗粉。黄毛直勾勾地盯着他，小美人，你这样的尤物，跟这种毛都没长齐的小弟弟多不得劲啊！哈哈哈！他身后的人也跟着哄笑起来，那笑声让宋之夏很不舒服，他眼神转冷，大晚上的怎么有狗在乱叫？黄毛一愣，没想到还是个呛人的小辣椒，让他顿时就生出了征服的念头。随即他眼咕噜一转，对顾之礼说道：“小子，按照之前的约定，绕着山路开一圈，赢了就有200万奖励，我那校花小女友也是你的了。”黄毛说着，目光又落在了宋之夏身上。如果我赢了，你身边的这个女人要陪我1晚。顾之礼被恶心到了，脸色猛地沉了下来。他原本只是打算让宋之夏坐上跑车吓一吓他，却没打算让他成为筹码。要比就好好比，加什么筹码？怎么了？不敢？怕自己会输给我？黄毛语气狂妄，要是怕了，就谁说不敢了？就这样说定了。在场的人都是一愣，只因开口的不是顾之礼，而是宋之夏。顾之礼错愕地看着他，你干什么？他技术不错的，实话说我没多少信心赢他。宋之夏冲他神秘兮兮地挤了下眼睛，没事，不会输的。这女人哪来的自信？随即顾之礼忽然想到什么，你没到，你别告诉我你想帮他，那么丑你也吃得下？臭小子，你说什么呢？宋之夏咬牙切齿的一巴掌拍到他头上，让我陪他，他配吗？顾之礼顿时气愤地瞪他，你凭什么打我头？他最讨厌的就是别人碰他的头。宋之夏轻飘飘地睨他一眼，就凭能带你赢？上车。顾之礼无语，沉着脸上了车，一边系安全带一边声明，这是你自己答应的，到时候可别怪我。放心，怪不到你头上，倒是你要答应我，要是赢了，你必须带我找到顾之礼。顾之礼噎了噎，而后咬牙，行。砰的一声，发令枪响，一辆辆跑车如同被释放的野兽般冲了出去。顾之礼紧握着方向盘，全神贯注地控制着跑车。这时，宝蓝色的跑车从他旁边掠过，黄毛还冲他吹了个口哨，而后消失在前方的转弯处。顾之礼被这样挑衅，也猛地一踩油门，更快地向前冲。与此同时，他用余光瞥了一眼宋之夏，却镇定自若，还真是出乎他的意料。才想着，突然听到宋之夏说，人家都超过你了，注意前面那个 F 弯，那是你的机会。顾之礼猛然回神，他在指挥他，而他竟鬼使神差的照做了。他速度不稳，可能要失误了，就是现在，提前减速，利用内侧弯道超车。顾之礼紧张的抿唇，在一个急转弯处，他在宋之夏的指挥下，以一个漂亮的漂移动作成功超车。宋之夏看一眼后视镜，黄毛已经被越甩越远了，不过还不能放松，又说稳住，持续加速。顾之礼知道自己把人甩掉了，愈发兴奋了起来，再次加快速度，终点线越来越近，他的心狂跳着。
跑车如同一道红色闪电，唰的冲过了终点线。等在那儿的跟班们见他率先抵达终点，也都欢呼雀跃了起来。老大，你赢了，赢了，太强了吧！砰砰砰，顾之礼心脏还在狂跳，他从来没开得这么畅快过。然而他下了车，才发现自己2条腿都是软的，连忙扶住一旁的路灯，难受的干呕了起来。宋之夏跟着下车，觉得他真是又好笑又可怜。你说要带我玩这个，怎么你先吐上了？看着跟自己儿子年纪相仿的少年，宋之夏体贴的拍了拍他的背，没事吧？顾之礼背脊陡然僵硬，这个动作小时候他喝水呛着，妈妈也是这样轻轻的一下一下拍他的背。他转头看向身旁的女人，眼神又有那么一刹那的恍惚，他真的很像妈妈。这时宝蓝色跑车也来到终点，黄毛气急败坏的下车，瞪着顾之礼说：“你小子，算你厉害，你赢了。”随即又递给他一张支票，这是200万支票。他很不甘心，但这么多双眼睛看着他，只能愿赌服输。本来还想拿下面前这个女人，现在看来也没机会了。顾之礼接过支票，便叫宋之夏上了车。跑车上，顾之礼还沉浸在刚才的兴奋中，宋之夏却是迫不及待开口：“什么时候带我去见顾之礼？”顾之礼的思绪被拉回，虽然不满他处心积虑的想要接近顾燕洲和自己，但他对于宋之夏的印象却是好了不少，而且总是能联想到妈妈。忽然的，他想到什么，菲薄的唇抿了抿，而后斜睨着他说：“行啊，你再答应我最后一个条件。”妈死了13年，他伤心了13年。为了妈妈，他不惜把家里搅得天翻地覆。可当亲妈好好的站在他眼前时，顾之礼却怎么也不愿意相信妈妈还活着，甚至还以为是老爸找来的替身。为此，顾之礼对亲妈百般戏弄。他不仅要弄花宋之夏的脸，还带着宋之夏去危险的山路赛车。而重生后的宋之夏为了见到大儿子，不得已一次又一次答应他的条件。本以为赢下赛车比赛后，他终于能见到心心念念的大儿子了，谁料顾之礼却又提了新的条件。宋之夏瞪起眼睛，恨不得给他一拳，但是为了能见到儿子，他强忍着怒气。什么条件？你说，给我做小蛋糕。顾之礼有些不好意思的开口。什么？宋之夏一脸问号，谁家不良少年会提这种要求？我说给我做小蛋糕，我饿了。顾之礼重复了一遍，神色带着几分别扭。宋之夏有些诧异，但还是答应了下来。行，不就是小蛋糕吗？我给你做就是了，现在就做。顾之礼说着，把车停在了路边一个还在营业的蛋糕店外。宋之夏再次忍了，先行走进蛋糕店，跟店长交涉。店长看到后面进来的顾之礼，立即同意了借用厨房给他，随后立即跟顾之礼招呼：“小少爷，今天也想买草莓小蛋糕吗？”顾之礼瞄了一眼厨房里的宋之夏，不需要，我要吃他做的。店长有些摸不着头脑，但也没有多问。厨房里，宋之夏正做着蛋糕胚，突然听到少年的声音：“喂，我要草莓味的小蛋糕。”宋之夏一愣，他的脑子里一下子就出现了小李4岁的时候，那时他对烘焙产生了兴趣，就试着烤了些小蛋糕，还做了好几种口味。他是他的第一个小试吃员。宝贝，你想要什么口味的？小团子扬起肉嘟嘟的小脸蛋，眼睛里闪烁着小星星，奶声奶气地说：“妈妈做的都好吃，爱吃。我要草莓味的。”他将那块草莓小蛋糕递给他。好，那这个草莓味的就归小李了。谢谢妈妈。小团子开心极了，接过蛋糕还不忘对他说一句：“我最爱妈妈了。”宋之夏回过神，心底隐隐的有某种想法要呼之欲出，却好像又笼罩着一层拔不开的迷雾。不过他没有多想，只随口吐槽了句：“你小子要求还挺多。”而外面，顾之礼正出神地看着他，他没想到眼前女人的模样跟小的时候妈妈给他做小蛋糕的样子完全重合，就连低头时伸手把散落在耳边的一缕头发勾到耳后的动作都分毫不差。要不是这女人亲口承认了她整容的，顾之礼都要真的以为妈妈回来了。约莫1个小时后，宋之夏端着做好的草莓小蛋糕走出来，顾之礼故意挑衅：“这么慢，你属乌龟的。”宋之夏咬牙，强忍着把蛋糕拍他脸上的冲动：“你这么急干什么？赶着投胎啊？你！”顾之礼一时语塞，只能凶狠地瞪他。宋之夏把小蛋糕往他面前的茶几上一放：“你打算什么时候带我去见顾之礼？看我心情，要是我觉得这蛋糕不好吃，那你就别想见他了。”顾之礼找回了一点主动权，他看着眼前的小蛋糕，不管是蛋糕大小、奶油厚度，还是草莓摆放的位置，都跟妈妈做的一模一样。顾之礼立即尝了一口，熟悉的味道在嘴里弥漫开，他惊愕着又尝了一口，确实是他记忆中的味道。怎么可能？顾之礼猛地抬起头，眼神锐利：“你怎么会做这种小蛋糕？你是跟谁学的？”宋之夏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么问，自己摸索的。怎么了？骗子！顾之礼一下站了起来，仇视的目光瞪着他，说：“啊，到底跟谁学的？”宋之夏一头雾水，不就是个小蛋糕吗？他怎么突然发这么大的脾气？你管呢？总之蛋糕我已经做了，你是不是应该带我去见顾之礼？顾之礼突然笑了，眼底却没有半点温度。行，我让你见他。宋之夏顿时惊喜。然而就在这时，顾之礼的手机响了起来，他看了一眼屏幕上的来电显示，脸色微微一变。他接起电话，不知道对方说了什么，他立即说：“我马上过去。”眼看少年要走，宋之夏连忙抓住他的手：“喂，你要去哪？说好的带我去见顾之礼呢？你要当狗？”顾之礼毫不客气地甩开他的手，恶狠狠道：“你偷学别人做这个小蛋糕，还没跟你算账。想见顾之礼，慢慢等吧。”说完，他转身就走。宋之夏刚想追上去，却听见店长突然开口：“咦，顾小少爷，要走了吗？要不要给你打包小蛋糕带回去？”可顾之礼就跟没听见似的，很快就离开了蛋糕店。而宋之夏则是一把抓住店长，他脸上有些苍白，声音带着些颤抖：“你刚才叫他什么？”此刻他的心悬到了嗓子眼，想从店长口中听到他想要的那个答案。店长莫名其妙道：“顾小少爷，怎么了？”宋之夏更激动了，连忙追问：“他叫什么名字？是不是叫顾之礼？”店长有些不解地说：“是啊，顾小少爷经常来我们这买草莓小蛋糕，有什么问题吗？”对上了，都对上了。宋之夏后知后觉，难怪他第一次见到他
就觉得他似曾相识，难怪他一直针对他，找他麻烦。看来是跟他爸一样，把他当成了心机叵测的整容女。原来他就是自己的小李，他心心念念的大儿子。宋之夏的心脏剧烈跳动着，泪水控制不住的夺眶而出，他连忙追上去，然而外面已经没有了顾之礼的身影。宋之夏深吸口气，没关系，他已经知道他就是小李，再见到他是迟早的事。另一边，顾之礼匆匆来到医院，他推开病房门，只见一个17、18岁的女孩穿着病号服倚靠在床头，她一头柔黑长发，长相清纯漂亮，白皙小巧的巴掌脸，五官精致，是我见犹怜的类型。见到顾之礼，女孩像是有点紧张，她身边那个中年妇女则是笑脸相迎。小李来了，她是苏成的母亲林秀芝。顾之礼跟她打了个招呼，皱眉问怎么回事。林秀芝嗔怪道：今天放学回家路上被一辆电瓶车撞了，刚才拍了片，医生说轻微脑震荡，让住院观察1晚。顾之礼看向那女孩，让你坐我车回去又不愿意，我能吃了你？相对平时吊儿郎当，此时的顾之礼一脸认真严肃，还带着几分关心和紧张。还疼吗？林秀芝轻拍了一下他的胳膊。小李跟你说话呢。苏成这才小声开口，不疼了。顾之礼松了口气，那就好，以后小心点。林秀芝笑呵呵地看向顾之礼，小李，你们先聊，我去买点吃的回来。林秀芝故意制造二人世界，苏成以为顾之礼会像平时一样缠着他说一些霸道无理的话，结果却他今天有点反常，只是在病床边坐下，不知道在想什么，迟迟没有开口。房间里一时间静默无言。顾之礼现在脑子很乱，他是在意苏成的，可现在想的全是那个跟妈妈一模一样的女人，还有他做的小蛋糕。那女人心机真是够重的，为了成为妈妈的替身，下了不少功夫。如果老男人执意要娶她，他又该怎么做？忽然的，顾之礼有了主意，他看向苏成，时间不早了，好好休息，我明天再来看你。第二天傍晚放学时间，宋之夏总算是等到了顾之礼从学校里出来。少年一如往常的单手插兜，姿势很是随意，那张俊美立体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浑身上下都是生人勿近的冷冽气息。宋之夏是越看他越觉得帅，他舍不得挪开视线，眼眶热热的。真没想到，以前黏着妈妈撒娇的小团子，已经长得比自己都高了许多。顾之礼也是一眼就看见了他，随即不耐烦道：你不是要找顾之礼吗？我就是。他以为女人会愤怒被自己戏耍，可女人却定定地看着他，脸上带着久别重逢般的感动。顾之礼没好气道：说吧，你找我干什么？宋之夏做了个深呼吸，认真地看着他的眼睛。小李，我是妈妈，你的亲妈妈。顾之礼仿佛听到了一个天大的笑话，你是我妈，那我还是你爸呢。宋之夏连忙一把抓住他，没大没小，不信就去验 DNA，你敢吗？有病吧，我凭什么要跟你去验？说着，顾之礼挣脱宋之夏，宋之夏的心直直地往下坠。果然，儿子不相信他，还觉得他是骗子。顾之礼忽然想起一个问题，你不是勾搭上了老男人吗？不去找他，找我干嘛？宋之夏自嘲地笑了声，我倒是想找他，他不愿意见我。顾之礼听明白了，原来是跟老男人闹了矛盾，所以想另辟蹊径，通过他再去接近顾燕州，则诡计多端的冒牌货。这时他脑子里突然又冒出了个恶劣的主意，随即意味深长地问：你想见他吗？宋之夏立即点头，当然想，你要带我去。上钩了。顾燕州心中得意，不过嘴上却冷漠警告：我可以带你女，但你如果铁了心想当我后妈，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宋之夏没把这话放在心上，亲妈就是亲妈，就是想当她后妈也不行啊。然而宋之夏没想到的是，顾之礼还真的把她带回了家。钟管家见两人一起回来，差点没惊掉下巴。小李，你怎么把她给带回来了？要是先生知道了，肯定又要生气。顾之礼不以为然的吃了声，我带他女人回来，他应该感谢我才是。他人在哪儿？这2天顾燕州脾气差到极点，恐怕等会儿又是一阵狂风暴雨。钟管家无奈道：先生他在楼上房间。宋之夏跟着顾之礼一起上楼，打开主卧房间的门。顾燕州躺倒在偌大的法式沙发上，好像又喝醉了，仍旧是头发凌乱，胡子拉碴，还衣衫不整的模样，只是比之前更加憔悴。他在干什么？为什么要这样放纵自己堕落？宋之夏咬牙，真恨不得冲上去给他2巴掌，把他打醒。顾之礼却是见怪不怪，用挑衅的语气说：喂，老登，看看谁来了。顾燕州迷迷糊糊地睁开眼，隐约看见面前站着个挺拔的少年，接着看到了少年身后的那个女人，他眼神蓦地一闪，差点脱口而出夏夏，随后又猛然意识到不对，这是那个冒牌货，他真是越来越放肆了，谁允许他登堂入室的？见他脸色很难看，顾之礼勾起嘴角，指了指宋之夏，继续说：怎么办？他刚才说喜欢我，恰好我也挺喜欢他，想试试姐弟恋的感觉，要不你把他让给我吧，怎么样？宋之夏惊愕地瞪大眼，臭小子在抽哪门子风？他突然明白过来，难怪顾之礼愿意带他回家，原来是要利用他气顾燕州，这小子真是比他想象中还要离谱。宋之夏赶紧制止他，你别乱说。顾之礼斜睨着他，理所当然道：怎么，这老男人都奔四了，你还要他？我不比他年轻，不比他帅，更何况我是下一任顾家继承人，你跟我在一起稳赚不亏，是吧？阿姨，阿姨你个头！宋之夏忍不了了，又一次伸手揪住他的耳朵，臭小子，有本事再说一遍！嘶！顾之礼疼得吸口气，我说错了吗？你就说是要他，还是要我吧？这话就过于暧昧了。顾燕州的眼底暗潮翻涌，这该死的女人！不过是短短2、3天时间，她居然把他儿子也勾到了手，真是好手段。他从沙发上起身，高大的身形带着煞气朝着这边走来，眼神阴鸷到极点，用命令的语气对顾之礼说：滚出去！顾之礼嗤笑了声，哟，这就破防了，我让你滚出去！顾燕州气得胸口跌宕起伏，宋之夏的心都被他吼得颤了颤。见他逼近顾之礼，眼神好像要杀人似的，宋之夏下意识的就张开双臂护在了顾之礼面前。
前，你干嘛这么凶？他是你儿子。顾之礼怎么也没想到他会护着自己，整个人愣在了原地。然而内心的震撼只是持续了1秒，转瞬就消失了。顾之礼嘲弄的扯了扯唇，这女人想做他后妈想疯了。他凑近宋之夏一些，皮笑肉不笑的说：“阿姨，我是认真的，选我绝对比这老男人好多了，希望你好好考虑。”宋之夏嘴角抽了抽，这小子没完了是吧？等他恢复身份之后，一定要好好管教他才行，不然都长歪了。顾燕州则是撩起了袖口，冷眼看着他，让开。宋之夏没动，还是紧紧护着顾之礼，转头对他说：“你还不快出去！真想被你爸揍！”顾之礼又是一愣，这话听着完全就是亲妈会说的。他突然有种此时站在这儿的是一家3口的错觉。够了，他怎么能3番4次的产生这样的错觉？顾之礼厌恶眼前的女人，也厌恶这样的自己，咬牙切齿道：“啊，不用你假好心，我说了，你这辈子都别想当我后妈。你要是跟我谈个恋爱，玩玩还行。”宋之夏无语，现在不只是顾燕州想揍他，连自己也想揍他了。所幸的是，在顾燕州真要动手的时候，始终不放心的钟管家上来连拖带拽的把顾之礼给带走了。然而这逆子还嫌不够似的，下楼时又冲着宋之夏喊了句：“阿姨，记得好好考虑。”顾燕州顿时怒不可遏：“臭小子，有种别回来！”宋之夏是看出来了，父子俩的关系是真的很恶劣，每次都像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可是照理说，他去世之后，他们父子相依为命，感情应该很好才是。到底是因为什么反目成仇的？宋之夏正想着，忽然感觉到一道锐利如刀的视线落在了他的身上。他转过头，便对上了顾燕州那双阴沉森冷的眸子。看来你是真的没听进去我的话。那好，你挑个时间，我亲自送你上手术台。宋之夏连忙说：“顾燕州，那天的 DNA 报告绝对是有问题的。现在小李在家，让我跟他再去验一次，你在旁边见证，这样总可以了。你还想做什么妖？”顾燕州再次被彻底激怒，猛地将他摁在了墙边，低头死死地逼视他。100万还不够是吗？那500万、1000万，总行了。我不是要钱。宋之夏连忙解释道：“你想要别的？不可能！”顾燕州怒吼着，伸手捏住他的脸，他想要恶狠狠地说些什么，然而看着这张脸，最终却是挫败般的放低了姿态。把你这张脸换回去，别再用他的脸了。算我请求你，别再折磨我了，行不行？宋之夏愣住，曾经的天之骄子竟然会这样卑微的请求他，就为了让他不要再冒充宋之夏。顾燕州，我没有折磨你，我爱你啊，我就是宋之夏，正因为爱你，我才这么想要证明自己的身份，回到你身边，别再装了。顾燕州一把攥住他的领口，告诉我，你真名是什么？你到底是谁？他让钟管家派人去查过，可眼前的女人就好像凭空出现的一样。宋之夏被迫仰着下巴，望进他眼底深处，我就是宋之夏，是你如假包换的合法妻子。你就算再问1000次10000次，我的名字也还是宋之夏，还狡辩。然而没等他说完，宋之夏就伸手搂住他的脖子，就这样吻住了他。顾燕州惊愕，脑子里像是有一道闪电炸开，变得一片空白。跟宋之夏毫无差别的气息，是他一直都贪恋怀念着的味道。顾燕州头疼欲裂，慢慢的就分不清云里雾里了，就好像真的是宋之夏在吻他。可最后一丝理智告诉他，这是他最痛恨的冒牌货。他正要狠狠推开他，却见女人忽然抬起头，笑着对他说：“顾燕州，还记得我第一次主动亲你，对你说了什么吗？睡觉是慢冲，吃蛋糕是快冲，和你亲亲是闪冲。”这句话是他和宋之夏刚在一起没多久时他说的。当时顾燕州还问他，这是从哪里偷来的句子？顾燕州再次惊住，他瞳孔紧缩，不敢置信地看着眼前的女人，呼吸逐渐变得急促，就连身体都不住地颤抖起来。难道